就是像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像那个高铁左营站的后站那边有人摸到预售的60，我就不知道他要等多久。然后那个在行情反正一直创新高价真的是很恐怖的现象，我们看到觉得不正常。那以现在来看，我就觉得说，现在以高雄市来说，想要入主美术馆想要入主农食你不现在看，你什么时候要看？你说未来房地产会在腰斩，腰斩会变成说租金大涨的当下，以后随便买一间房子，那你就放生出租，投报率在 5% 以上，我靠，我跟你讲还跌不到 5%， 人家冲出来了。总之就是这样啦那台湾持有税应该不会有大的震动，如果真的有大的震动的话，就是决定要把房价整个给它打爆就对了。我个人认为不太会发生自产客不说的秘密，美国年轻人宁租不买，10年房价翻倍加房屋税暴击，261%的股市报酬率卷走房钱，台湾的首购族也该惊醒了吗？先说结论想要在美国买房真的很硬那因为美国的年轻人现在都买不起，除了头期款之外，他每年要缴的税都很惊人。以台湾来讲的话，就像持有税这类的成本。幸好现在台湾的买房只要处理好头期款，其他的问题压力都很小，都很好解决。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三多商圈，高雄三多商圈真的没落了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美国年轻人不买房了。这次我们来闲聊说，美国开始出现一个讨论，这标题我念一下租房加投资，10年后竟和买房赚的差不多。拒绝买房的美国 Z 世代全跑去炒股了。那内容是这样，就是根据美国全国地产经济协会的数据显示，Z 世代啦什么1997年到2012年出生的人，反正就年轻人成年的，他的住房拥有率仅为 16%，就 16% 的人有自己买房子而已。与此同时，首次购房者的比例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也就是说美国的年轻人现在怎样都不买房了。那年轻人的钱跑去哪里你看我划线的地方，加密货币热潮以及 Robinhood、Markets 等零佣金交易程式的出现，让年轻人正在被吸引到这些投资领域去。然后根据摩根大通的报告指出，过去10年投资股市的年轻人数量增加了5倍，5倍也就是说年轻人现在的钱不买房子跑到哪边？钱跑到加密货币跟股市里面去。那也去调查说为什么年轻人他就不想买房子第一个原因是买不起。根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的报告美国在2014年 Q3 的全国房价中位数是 21.7 万美元，那2024年的房价中位数是 42.2 万美元也就是说美国在这10年之间房价也是直接翻倍了那这个是看中位数，不是平均数已经准确很多了。来，第一个原因是租比买划算。来，你看我划线的地方，想要买房子的人现在需要年收入超过 11.7 万美元才能负担每个月要缴纳的费用，比租屋族还要多 82%。那去年这个差距仅为 73%， 也就是说美国现在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是房价涨得比房租上涨还要快很多所以就变成说有一派的人就在讨论，那我就租嘛我租比买划算很多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第3点股票在狂喷那你看我划线的地方，标普500在过去10年中的回报率为 261%， 相当于年化平均报酬率是 13.6%。 这个标普500应该不用太多解释说不定你还比我还懂嘞。那它的概念就是从美国的企业里头选出500家最顶尖的企业，那就跟台湾0050差不多概念只是人家选500家，那我们是选50家。再来你要知道为什么美国人不愿意追高那我们也来讨论一下为什么美国房地产的价格它明明就在喷10年喷1倍，可是看起来年轻人是无动于衷这样，他宁可手上有钱宁可拿去买股票，他也不要买房子，他是用租的。难道说是美国年轻人真的居住正义觉醒了吗？还是说
怎么样因为美国年轻人这种行为啊，就很像是我就不应该成为万恶的投资客，怎样又怎样才会做出这种选择嘛？怎么可能嘛？问题出在哪边？问题出在税率美国持有房地产的税率超级高，跟台湾相比超级高，平均是房价的1%。以我们刚才讲的2024年房价中位数42.2万美元来说，大概是1300万台币。那你每年要缴的税是多少？就是13万1%嘛，就搞得好像跟政府租房子一样，每年要缴的税就是这么多，他们叫地税，然后地税1%已经低估了，实际上再加一些有的没的加上去之前有跟观众吃过饭，在美国工作，然后他就跟我聊说，反正他们出抓大概都是抓3%，就是房价总价多少钱，你成交多少钱，他不是看什么公告地价有的没的就你成交多少钱，反正你每年就是要抓3%就对，3%呢，那放在台湾还得了那美国的税制又是各个州不一样，来，你看我划线的地方底特律的房屋税，他给他收到多少？收到3%，他不这样子收，他的政府没钱啊，地方政府没钱啊，他这样子收，人家更不敢过去就变成恶性循环。那以刚才的算法就是什么？以刚才的算法就变成说，1300万台币的房子你给他买下去 ，OK， 你每年要缴39万房屋税。你这样压力有没有很大？超级大嘛然后不要忘了美国的水费、电费比台湾还要贵非常的多。台湾的电费是从2.77元开始往上跳那美国的话，那一度换成台币的话，4到5块不等，看各州的电力公司怎么计算。然后水费的话则是台湾的5到6倍更不要讲各种房屋的维修价格只要动到人力都很昂贵。所以你如果想要在美国拥有一间房子，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跟什么？跟资金的实力是不是相较一下，好像台湾就还可以房价高是高，可是你至少头期款你付了以后，你可以安全的持有这间房子，后面会来跟你讨钱的东西最大笔叫房贷然后次大笔差很多，次大笔就直接从几万到几千甚至几百就那个管理费就这样。最后你要知道，台湾的房市会变得跟美国一样吗？最后我们来讲说，台湾房市的终点有没有可能跟美国一样，就是搞到年轻人他都不买房，然后房子是怎样，大家也都住不起这样。我先说结论，有可能但是情况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刚才讲说，年轻人不买房是想要把钱先拿去投资，投资到最后嘞，钱会去哪边？在美国一样也是房地产。你看这张图美国房地产的自有率从2016年开始是怎样不断攀高的。这个又跟我们前面讲的又冲突了，对不对？你年轻人不是不买房怎么这个自有率在不断攀升呢？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就是年轻人他不买房，但是他变成中年人以后，他还是会买，因为国情不同，美国是很讲究独立的，生活上的独立自立所以满18岁以后就要滚出去爸妈会叫你搬出这间房子，不然的话你要继续住可以，你要缴房租这是国情。那台湾不一样台湾的国情就是你有能力你再搬就好，然后即使继续住家里，应该也不会跟自己的小孩收房租然后买房的头期款，我听人家讲是这样如果你有听到别的版本，那也欢迎就留言跟我分享。就是台湾人买房子爸爸妈妈有能力的话会搞成怎样，或者是头期款帮你出，贷款你自己慢慢缴，都是这样嘛不然你现在叫一个年轻人怎么去单挑新北、台北市的房子？可是美国的文化就不是这样你要买房子头期款你自己想办法你要跟爸妈借也是可以来打合约，利息多少变成通通都要讲好。所以变成说，美国的年轻人不是不想要买房子，而是他们没有办法买等他们步入中年以后还是会买，要成家嘛。所以我才会说国情不同。你说台湾会不会也发生这个事情之前我们也讲过了，至少我们这一代还不会。为什么？生的少，大家都生1个2个而已，所以买房子的头期款还是有办法帮小孩付掉。当然这个是大部分的情况我以前拍过类似的影片就有观众跳出来说什么他的父母很烂什么有没的。我只能说这个就每个人家庭情况不一样。至少我现在去看到，我在高雄我这样去问到很多房仲或是什么的，一样很多我们听到的故事都是父母会帮忙资助头期款都是这样的不然你要那样年轻人怎么去单挑那个房价？你神人你小孩都是黄仁勋怎么可能在这之后会怎样？之后再说嘛，30-40年以后的事情，到时候国情会变得怎样再说嘛。
搞不好到时候地球的房地产已经不香了。为什么？因为马斯克都带我们跑去火星了，火星房地产听起来比较厉害这样。那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讲说美国年轻人为什么开始拒绝买房这个议题。那我为你分析了3个重要原因。来，第一个，房价飙涨，导致多数年轻人根本买不起。第二是投资股票或加密货币的获利是比买房还要高的。第三则是美国持有房地产的成本非常的高，就你买美国的房子一直扣血就对了，一直扣啊，不是说房贷在扣你的血而已，很恐怖地税每年这样子，你搞得跟政府租房子。所以美国那么多流浪汉你以为说流浪汉怎么来的？流浪汉什么大学教授也变流浪汉住车上有没有没的，就是这样啊。你把房贷都还清了以后，你每年还是要缴这个呢，无家可归，真的是都会出现然后再加上美国的生活成本很高水电维护费用那就使得年轻人买房的意愿大减。最后我们讨论了台湾有没有可能会步上美国的后尘。我的结论是短期内不会，如果会也是30-40年后的事情。因为台湾年轻人买房现在就是会获得父母的资源，大部分国情就跟美国不同，但长期来看，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跟社会的变迁，台湾年轻人有可能也会逐渐走向类似美国的现象。可是这个已经是几十年后的事情，到时候台湾的房地产，甚至美国的房地产，甚至地球的房地产，可能都不是当红炸子鸡这样。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美国的年轻人在什么情况之下会放弃买房？ A. 股票的长期投报率远高于房地产。 B. 中美贸易战这个越演越烈。 C. 马斯克宣布移民火星计划启动。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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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就这个还是要讲一下，国情真的不一样我们台湾的房地产的税制，以世界先进国家来看，叫做对屋主超好的，超级好的。对地方政府都比较好就是我们持有的压力非常非常的低。身为屋主你会面对的钱，有贷款的话你就缴贷款嘛。除此之外，你硬性要支出，每年要支出的如果你大楼还会有管理费啦再来就是房屋税跟地价税。房屋税的话，参考路段率跟你的房屋评定现值，房屋评定现值跟你买的价钱不是都差很多。总之就是说，台湾的中古屋的持有一年都不会到1%的总价，都不会。就没有什么钱要付所以是上车很难上，因为房价变高了。
可是你一旦上车以后，你的持有成本很低哦。其他世界各国先进国，不是就在讲先进国家，美国、欧洲啊，为什么流浪汉那么多？去了解一下。然后说什么？你看美国100万美金、3000万台币就可以买的房子，这么漂亮，那么豪华，又有庄园，又别墅，又游泳池，又园丁，又有什么有的没的。啊，你看台湾3000万能买什么？你要不要看一下持有成本？所以说是国情不了解，然后就在乱讲话，就一直在骂台湾。这个问题我也回很多了，然后就搞不清楚状况了。日本也是一样啊，日本的持有税也比台湾高非常的多呢。所以台湾当初官员啊，他周游列国去参考了，这是真的那民国什么年代的时候，然后去制定台湾的相关的政策，去世界各国走了一圈以后，截长补短，结果就形成现在这个东西就是要改都没办法改了，动不了了，一动就几乎没办法选。不过还是有一个反例就是我们现在的总统在他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有去调那个叫什么地价税，是不是？那时候也是反扑也是非常的严重，因为一些老农夫啊，什么你要钱什么的没的你选上就变成这样。以目前来看是还好了没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调的幅度也比较大。总之就是持有成本这件事情就差别太大了。可是新房子台北市新大楼路段率好的那个房屋税会很贵那个房屋税在万甚至我看过观众反映给我，他的房屋税每年要缴的他房屋税要30几万了，我靠，他还是很有实力去买到那种房屋税要30几万的新房子、新大楼的大坪数。总之就是说，持有成本完全不一样。那么台湾有没有可能逐渐走向美国这种持有成本很高的情况？我先说有可能为什么？就只要左派继续当道，然后居住正义一路下去，这个持有成本就会越来越高，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它发生的周期应该是10年为单位，40-50年可能都那个旧公寓都都更完了，那这个税制还在慢慢推动改革，这没办法，这个动太多人的蛋糕了，就是谁去动这个东西，他就几乎就下一届就不用选了。虽然可以让国库充盈，但是不会有哪个政治人物真的去做这种情况，很极端的情况就是把全国的房屋税、地价税猛烈调高调到现在所有台湾房地产变成持有成本也不用多高，当初你成交总价的1%就好了。我跟你说，台湾房地产大跌就是这样。现在看起来要剧烈的提高持有成本连苗头都还不算看得见。房价那么高，你现在以现在的高房价的基础，你要去调高持有成本那真的是会暴动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台湾房地产我也不是说很推崇还是怎么样，而是说我们生在台湾，活在台湾，我们在这边工作，我们在这边生活，那就是走这边的规则嘛，就是这样而已。规则就是长这样，我们就去适应它。现在就是要上车很难上，可是持有成本超低。如果你是买什么台北市公寓的话，那几乎叫没有持有成本，就变成这样，就什么洗水塔，大家一户缴个300块之类的，就变成这样子而已，超级超级低。那这是台湾的规则我们在这边我们就去适应这个规则，你何苦你会站起来挑战这个规则？很难我们台湾事实上就因为房地产这边让政府抽到的我先说房屋税、地价税是地方税就是各地市政府那各地市政府的话，它过去30-40年就是这种收不到什么钱的状态嘛，还不是就撑到现在，然后中央还可以那边普发1万嘛，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议题还好提高持有成本，这个是打房的方向让房地产暴跌的方向，但它不会是一个好的方向，因为这个对政治人物的前途来说非常的，你什么情况你要去让自己下一届选不上很难这个就是台湾目前的现象，给你参考，不用想太多。像帅过头老前辈我讲他老他会生气总之就是你看嘛，房地产里头就是他那个他开口闭口民国76年民国62年谁玩得过他总之就是你看他自己也在呼吁什么，就是如果政府真的要打房提高持有成本嘛，他讲过类似的话。好，那这个讲多久了就不会去做了，真的不会去做了，那没办法，要赌上政治人物的前途。你说哎呀，为了居住正义值得做这件事情，我跟你说换个位置换个脑袋这人性就是这样。如果你现在突然变成立法委员，你也不会去动了，真的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台湾的规则长这样，我们要看清楚规则，然后在规则里面选择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去执行，这样就好了。我个人认为台湾的房地产还是很坚挺的，全部的钱都跑到股市里面去，现在确实是这样
我看稿子的当下那个台股已经突破28000，我不知道这些剪好播出以后，到时候台股到哪边。所以现在市场谁在看房地产？没有啦，我跟你讲，原本房地产的热度假设是100，像去年那现在的话，房地产的热度是多少？我跟你说，连15都很喘，就没有人在看好，可是啊，那些股票的钱获利了结，落袋为安以后，请问这些钱要去哪里？这个我拍片也讲过很多次，就是说这些钱就是从股市里面出来的嘛，你要他再回股市你要他回股市的话，变成他28000要跑到多少？要35000是不是？他自己看一看以后怎么办？这些钱呢，先买房子来落袋为安，都是这样的。趁现在手上有钱的时候，赶快买房子，不然就要GG了。这种人我已经遇到了，确实啊，这不是我要唬烂啊，我遇到本人呢，就说这一波他在27000多的时候把它卖掉，然后卖掉之后手上有一笔钱，然后赶快看房子，赶快买房子，然后再来问我很多问题，就是这样。我说啊，股市看起来不是还在涨，你为什么现在买？他说他会怕，超怕的。他说他现在是他人生中最有钱的时候，赶快把房子买起来，不然他无法想象这个钱如果又回到股市，然后赔掉或者干嘛，他就不可能就房地产这件事情就不可能再跟他有任何关系了。对啊，所以接下来要是有一个事件触发了什么股市的落袋为安潮，比方说开始有一个事件比较剧烈的往下震荡一点然后让大家吓到，跟照然后就这样跑掉的话，请问这些钱要去哪里？而且再加上我直播的时候也常提到，就是说现在所有台湾的资产都在涨价呢，对不对？你股市那边的有股票期货选择权这一大票，然后基金，然后 ETF， 黄金通通都是在上涨。你只要看起来像个资产，在台湾目前都在上涨中。虚拟货币那个先不要讲就房地产趴在这边这很明显很不合理啊。那我们现在就是我跟你讲，不只是我们在等央行也在等，央行超级怕的嘞。央行要是不小心松绑了一下，然后这些大钱大水漫灌进房地产，那变成什么事？变成前期波白打所以就看吧那我个人还是很看好我们高雄市蛋黄区的房地产，因为重大建设没有停然后现在有机会捡便宜。这也是新的我观察到的现象就是屋主啊，现在要卖的屋主他开价是一回事，你可以用力出价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想要在过年前拿到钱好过年，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这种现象随着越来越接近过年会越来越多，我才去拍一间所以给你参考。我个人认为就要趁房地产那么低迷的情况之下，你是首购你有刚需，或是你要自产的话，那你现在不看，你什么时候要看？你要等到大水漫灌冲进来你才要去看也行啊那你就是跟去年一样，非常多的年轻人首购上车，然后上在最高点，最高点很夸张的高点就是像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像那个高铁左营站的后站那边有人摸到预售的60，我就不知道他要等多久。然后那个在行情反正一直创新高价真的是很恐怖的现象，我们看到觉得不正常。那以现在来看，我就觉得说现在以高雄市来说，想要入主美术馆想要入主农食你不现在看，你什么时候要看？那你说未来房地产会在腰斩会变成说租金大涨的当下，以后随便买一间房子，那你就放生出租，投报率在 5% 以上，我靠，我跟你讲还跌不到 5%， 人家冲出来了。总之就是这样啦那台湾持有税应该不会有大的震动，如果真的有大的震动的话，就是决定要把房价整个给它打爆就对了。我个人认为不太会发生我跟你分享。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
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啊，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3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哦，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哦。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哦，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哦，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哦，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HANYI 汉一。